先看一个数字，在超商里，鲜食已经不是配角了，它现在撑起了超商大约30%的营收。而全家有一款跟名店联名的炒饭，单一品项卖破了1亿。再看另一组，小七的冷藏微波便当，一年销售规模突破40亿。全家今年1到5月的便当销售额年增超过40%，甚至已经有超商开始卖自助餐，70块起跳。以前我们走进超商买的是应急，现在很多人是专程走进去买一顿正餐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超商鲜食什么时候变成餐厅的对手了？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冰箱出发，聊聊外食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看餐饮这一层，超商鲜食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不是变便宜，而是变好吃，变得像一顿正餐。过去我们对超商食物的印象是来不及吃饭时的替代品，冷冷的、规格化的，将就一下。但现在你打开冰箱，会看到跟名店联名的炒饭，主厨监制的盖饭，越做越像台式热炒的小菜。小七这几年主打台式料理，品项数比3年前多了大约1成，光这一块每年就能创造20亿上下的营业额。价格带也很关键，一个超商便当大多落在80到120之间，加热只要几十秒，而且24小时都买得到。这个组合直接对上了一个人时间感预算100块上下的那一格需求。那格原本是便当店、自助餐、小吃摊最亲切的客人。换句话说，超商卖的不再只是食物，而是一顿在你最忙的时候不用等、不用选、不会踩雷的正餐。如果你也喜欢从一份餐点看懂背后的整个产业，记得订阅餐饮之外，我们每天都有新影片陪你把这些现象一个一个聊清楚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，会发现超商能把鲜食做到这样，靠的不是厨艺，而是一整套工业化的能力。鲜市场有多大？台湾的便当经济规模从2019年的254亿涨到2025年的530亿，6年翻了超过1倍。而超商、超市、量贩这条通路已经占掉整个便当市场的2/6左右。这么大的量靠的是4件事。第一是规模采购，全台几千家店一起下单，原料成本压得比单店低很多。第二是中央厨房和代工厂，菜色在工厂看规格化生产，每一份的口味、分量、成本都可控。第三是冷链物流，一天多趟配送，让冷藏鲜食能准时、安全地出现在每一家店。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数据，每一次结账都在告诉总部哪个口味卖得动，哪个该下架，新品汰换的速度非常快。所以超商鲜食的本质其实是把一顿饭用制造业的方式做出来，它拼的不是某一位师傅的手艺，而是规模、规格化和周转效率。好，回到餐饮这一层，超商越做越强，那便当店、自助餐是不是就活不下去了？有趣的是，数据没有这么说。同一段时间里，全台的便当店和自助餐2024年开店数突破1万家，来到1万多家，销售额315亿，年增2成。也就是说，超商在长，传统便当店也在长。原因是整块外食大饼本来就在变大，外食比例高，单人用餐变多，大家愿意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变少。所以现在的竞争比较不像零和锁杀，而是需求正在分层。被超商直接打到的是那一个一个人，要快，预算100内，不介意是复热的需求。而餐厅真正的护城河，在超商很难复制的地方，现炒的爽气，刚炸好的酥脆，可以坐下来聊天的空间，老板记得你不要香菜。这些是体验和关系，不是规格化能解决的。而且超商也有自己的要求要过，价格再涨上去会失去优势，口味要能从尝鲜变成天天回购，还有最关键的信任。当代工体系出问题的时候，规模有多大，影响范围就有多大。规格化是它的优势，也是它的风险。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对餐厅更实际的提醒，被超商吃掉的通常不是好不好吃这件事，而是方便这件事。如果一家店的主要卖点只是离公司近、出餐快、100块有找，
那他面对的对手已经不只是隔壁那家便当店，而是一个有几千个据点、24小时营业，还会用数据换菜色的系统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家店能给的是超商给不了的东西，记得你的口味，汤永远是热的，菜色会随季节换，老板会跟你聊两句，那他其实不在同一个赛道上。竞争真正的问题，从来不是对手变强了，而是我的价值是不是刚好可以被复制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冰箱，超商鲜食变强，并不代表餐厅会消失，而是外食的需求被切得更细了。追求快和稳定的那一餐，交给了工业化的效率。想吃到现做，想坐下来好好吃的那一餐，还是会走进店里。那我们就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最近一次你在超商买便当，是因为真的来不及，还是因为你就是想吃那一款？而如果有一天，超商的那一餐做得跟店里差不多，你会因此少走进巷口那家店吗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